标致公司是由法国标致家族创立于1810年，是当今世界上最古老的汽车公司之一。创立之初呢，生产这个锯条、弹簧、钟表芯，再到胡椒研磨器、咖啡磨豆机，甚至是克里诺林群衬，再到如今世界著名的百年汽车品牌。标致家族是如何崛起的？从一个铁匠铺到汽车帝国，是怎样的一部逆袭传奇故事呢？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咖啡品牌频道。今天呢，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从咖啡磨豆机到汽车帝国的品牌标致。首先，让我们把时间退回到1789年到179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来了解一下当时法国的社会环境。在过去的70年间，法国人口呢从2100万增长到2800万，农民占比为80%。虽然18世纪呢是一个日益繁荣的时期，但是却出现了严重的利益分配不均。法国贵族、奴隶主的收入越来越多，被雇佣的工人和租地干活的农民，他们的生活水平呢却越来越低。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导致了很多的社会冲突，加之政府的税收又承包给了农场主和收税人，他们通常呢又会将大部分税收作为个人利润保留，而贵族和教会又有很多的税收豁免权，于是整个法国的征税呢就落在了这80%的农民身上。法国漫画家查理·阿米维罗在19世纪呢创作了一幅名为《三种状态》的插画，来讽刺当时的法国社会现状。第一级神职人员，第二级贵族，而第三级呢就是平民或工农阶层，就是画中呢拄着锄头驮着2人的老者。在1784年至1785年间，又发生了钻石项链事件，有人指控法国国王路易16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参与诈骗皇室珠宝商的犯罪行为。明明购买了一条非常昂贵的钻石项链，但王后拒绝付款，还让他人伪造签名来证明自己已经支付了费用。这一事件更加让民众对法国的君主制失望透顶。可见呢，当时的法国社会正处于混乱、动荡、金融与政治危急的时刻。当时还在位的路易16有意愿考虑改革，但在面对贵族内部保守派的反对时，又会退缩。这种摇摆不定下，最终在1789年的7月14日发生了著名的巴士底狱事件。愤怒的巴黎市民攻陷了巴士底监狱，这个事件呢成为法国大革命的象征和开始。1792年，国民议会宣布废除君主制，并宣布法国为共和国，并在1793年的1月21日公开处决了路易16。巴黎民众以为法国即将迎来了春天，却迎来了更加恐怖的统治时期。由于原有社会秩序的崩溃，导致了权力的真空，极端主义的狂热，集权在缺乏制衡和监督的情况下，通常就会发生滥用权力的危险，这导致法国进入一段更加黑暗的时期。从经济上看，由于取消价格管制，通货膨胀率一度达到了3500%。假设1法郎的面包价格陡然变成了36法郎，看来法国大革命并没有给法国带来春天，却给了拿破仑·波拿巴这位军事天才成为法兰西皇帝的机会。讲到现在呢，咱们似乎也没有出现标志，但不要划走，不了解时代背景，我们就无法真正的了解标志的崛起。正所谓时势造英雄。1804年到1814年，拿破仑第一次统治时期，持续的战争状态、军备和其他军事物质、防御工事的生产，以及社会的建立和维持，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几年间开始，增加了很多的经济活动。而由英国发起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也正在如火如荼地影响着整个欧洲的工业和经济格局。而我们的主人公标致家族，正是在此时期的法国杜省的瓦朗迪尼，创立了标致铁工厂。标致兄弟让皮埃尔和让弗利德里克
看准时机，在1810年将家族传下来的几间传统磨坊改成了标致铁工厂，专项冶金、钢铁铸造。1814年底，兄弟俩发现铸造并非挣钱，于是放弃了。由于工业革命的发展、铁路的建设、军事的需要，他们发现生产工具零件应该更有市场。于是呢，兄弟俩开始生产锯条、弹簧，甚至是钟表芯。因质量上乘及产品的多样性，标致的锯条在弗朗士孔泰地区闻名遐迩。仅凭借各种型号的锯条，标致公司就在国内外打出了名堂。1814年，拿破仑在莱比锡的战役中战败。此战役呢，我们之前在齐默尔曼咖啡馆的那期节目当中详细的讲述了这段历史。也正是此战役的败北，直接促使了拿破仑的退位。随即呢，路易18继位。随着波旁王朝的复辟，蔑视企业家精神的反动贵族重新掌权，英国商品大批的涌入市场，法国不得已以保护其老牌企业、特殊手工艺品和纺织品等小规模制造业加高关税作为回应，尤其是铁制品，进口关税呢高达了120%，这也为法国的工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没有了英国铁制品的竞争，标致家族的铁制品可以大力发展。1839年，让皮埃尔的儿子开发了一种层压工艺，可以使锯条更薄。这些发明也让他们的锯条变得更快。然而，仅仅生产锯条、弹簧之类的铁器已不能满足兄弟俩。于是呢，标致家族又把目光放到了餐桌上，他们决定要在厨房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有史料记载，咖啡在1616年首次从阿拉伯带到了欧洲，在1644年传入了法国。法国的第一家咖啡馆于1672年在巴黎开业，咖啡文化迅速在法国普及。早期的咖啡呢，作为稀有的进口饮料，和茶一样，仅出现在贵族的餐桌上。而法国人呢，也很好的把与生俱来的艺术天分充分的体现在了咖啡器具上。例如，路易15的情妇蓬巴杜夫人的藏品中，就有一座呢非常精美的手摇磨豆机。此研磨机由黄金制成，上面雕刻着咖啡树枝图案。当然，在特殊的年代，咖啡磨豆机也会用于其他用途，比如研磨各种香料、谷物。在劳拉·英格尔斯·怀尔德的小说《漫长的冬天》里，甚至描绘了一家人在咖啡磨坊里用咖啡磨豆机来研磨小麦、制作面粉的艰难岁月。1799年，来自英国伯明翰的铁匠 Richard Dearman 制造出第一台严格意义上的咖啡磨豆机。该磨豆机后来在欧洲、美国被广泛销售。1818年 Ankeris Wilson 获得了第一台壁挂式咖啡研磨机的专利。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高速发展，实用的铁器开始走进普通家庭，标致的铁工厂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么好的发展机会。于是在1840年，标致也推出了自己的磨豆机，在1842年申请了专利。此型号呢被定义为 R 型号，由来自赫里蒙库尔的钢材和贝尔尚的木材完美结合。作为厨房桌面用品，除了研磨咖啡，还有各种香料。技术的精湛呢，一经上市就成为了热销品，每年生产近4万件，有10种不同尺寸可供选择。直到1870年，这种方形木材加金属穹顶的款式才被定义为普通型。至于是何时标致开始走上了汽车之路，和磨豆机之间又有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呢？让我们接着往下看。1850年，标致生产的产品呢开始有狮子的图案。最初的 logo 形象是一只踩在羽毛剑上的雄狮，此狮子是由法国的地区标志设计师 Emile Pecnier 设计。狮子代表了地区的象征，也代表了力量坚固。羽毛剑象征着标致出品的锯条像剑一样快。狮子的标记也用于表示最好质量的钢材。
月牙形标记表示次一级的钢材，手形的代表第3级别的钢材。同年，英国人发明了新型的克里诺林衬裙。克里诺林衬裙是欧洲中世纪非常流行的裙撑，巨大的裙撑用鲸鱼骨制成，周长甚至可以达到5至6米。在经典电影《乱世佳人》中，我们就可以看到郝思嘉在参加舞会前是如何艰难地穿起裙撑。在女人们对这种笨重巨大的裙撑感到厌烦的时候，英国人发明的新型裙撑改用了鲸鱼须、鸟羽的筋骨或细铁丝做成鸟笼状。传入法国后，以欧仁妮皇后为中心的宫廷贵族和上流女子们非常喜爱，于是在法国境内迅速流行起来。随着这股风潮，标致家族又看到了商机。标致家族将裙衬的重量做到从150到300克不等，每年生产约2.4万件衬裙。此时，标致家族由让皮埃尔2世的儿子儒勒一世和埃米尔·标致掌管，而埃米尔·标致和他的女儿呢，露西都是社会事务的先驱。他们创建并资助了各种救济机构。1811年为丧偶的妇女设立了养老基金，1853年建立了互助社会保险，并于1876年建立了工人养老基金制度。标致家族为现代社会福利机制的发展做了很多的贡献。1855年，标致又重新启动了自家的铸铁厂，开始研发商用铸铁磨豆机。这种铸铁磨豆机可以研磨大量的各种谷物以及咖啡、糖、燕麦等。1858年11月20日，舰上的狮子商标在帝国艺术与工艺学院正式注册。从1874年到1881年间，标致又设计了很多的黑胡椒瓶系列。1889年，仅1年，在伯里厄工厂就生产了5万台割草机、53万台锯子、冶炼600吨钢材、54万根钟表弹簧、60万台平面熨斗、2.4万公斤弹簧和裙衬，以及45万台咖啡研磨机和黑胡椒研磨机。可见在79年间，标致已然成为工业帝国。然而，也就是在这一年，标致发生了巨大的变革。随着蒸汽动力发展到尾声，代表第2次工业革命的内燃机已经逐渐成为新型工业产品。1885年，受海峡对岸英国的启发，埃米尔的儿子阿尔芒·标致，一位毕业于巴黎艺术与制造学院的年轻工程师，他提议生产3种规格的自行车。很显然，自行车的生产规模就不是厨房用品规模所能承载的。阿尔芒在蒙贝利亚尔建造了可容纳300人的车间，并在短短几年间不断投入扩建。阿尔芒热衷于当时蓬勃发展的发动机技术，并开始有了想要制造汽车的想法。他制造了一辆由冷萨布莱设计的锅炉驱动的蒸汽3轮车，它的发动机有2个气缸，通过链条带动驱动轴。1889年，标致家族带着自家的自行车以及阿尔芒制造的蒸汽3轮车出现在了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展出。自行车迅速掀起了一股销售热潮。很快，在法国，人们不再说我有一辆自行车，而是自豪地说我有一辆标致。而那辆蒸汽3轮车却收到了不同的评论。路易斯·费格瑞尔在《科学年鉴》中写道：“我们在展览中看到了一个模型，但它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我们只能将这种运动装置视为处于研发状态。”阿尔芒在展览会中遇到了德国发明家格特利布·戴姆勒，了解了新型汽车内燃机之后，对汽车的前景信心大增。阿尔芒希望将公司发展重新定位，做汽车制造业，而他的表弟欧仁对这一项发明持怀疑态度，甚至有些敌视。即使没有支持，阿尔芒依然坚信内燃机发动机会成为未来。阿尔芒找到法国工程师格拉迪安·米肖，为标致开发第一台属于标致自己的内燃机。他研发了一款可以和最伟大的发动机相媲美的发动机，可以使标致成为世界领先的汽车制造商之一。然而，表弟欧仁依然坚持己见，表示不看好汽车。1894年，
阿尔芒的汽车标致兄弟之子在拉巴基伦纳日报组织的巴雷鲁昂汽车竞赛中，与法国最古老的汽车品牌阿纳维鲁瓦萨并列第1名。即使如此，欧人对汽车依然保有敌意。于是，在1896年，这个极近100年的家族企业迎来了割裂。阿尔芒毅然决然地从家族企业中分离出来，成立了标致汽车公司。而欧人继续家族企业，生产自行车、摩托车、带电或不带电机的3轮车和4轮车，以及工具、家居厨房用品、咖啡研磨机等。从此标致就走上了2条路。一战前，欧人的传统企业继续在家用产品上发展，并设计出很多家用系列磨豆机和黑胡椒研磨机，稳步发展自己的传统行业。而阿尔芒的汽车公司的发展速度就跟汽车的速度一样快。1897年成功销售了54辆，1898年销售了156辆，到了1900年就已经销售了500辆。1913年，法国车手乔治·布瓦罗与朱尔古分别驾驶标致赛车，并赢得在亚冕举行的法国大奖赛与美国的印第安纳波利斯500大赛。其中后者更是首度刷新了由欧洲车手与车厂在美国赛事中夺冠的记录。而标致的这款赛车使用了瑞士工程师恩尼斯·翁西所设计的直列4缸发动机，是拥有当时而言最先进的设计。在1907年，欧人去世，他们的儿子罗伯特1世和儒勒2世违背了父亲的意愿，有意找到他们的叔叔阿尔芒，想要将2个公司合并。于是，在1910年2月，2个公司重新合并，并由罗伯特1世掌管整个标致集团，但依然为2个生产系统。1914年，一战爆发，所有的生产都被迫停滞。1915年，阿尔芒标致这位带领标致家族走向汽车帝国的开创者离开了人世。一战结束后厨房系列的研磨机开始往电动方面尝试发展。1936年的 RRC 咖啡磨豆机上市，其形状和各金属材质被当时称为现代豪华磨豆机。1939年，二战爆发，刚刚走上正规的标致不仅被迫停止了生产，工厂还被占领并遭到破坏。直到二战后的1953年，标致将旗下所有不同实体店铺产品重新整合为标致品牌。厨房系列产品与20世纪30年代发明的电动磨豆机相比，新的设计型号更实用、更轻便、省力，这也标志着手摇磨豆机的时代即将终结。截止到1996年，全球标致研磨机销售突破100万台。2007年，标致厨房品牌公司决定通过收购 Lisquilon 公司，将产品线扩展到红酒领域。这意味着标致在香料、葡萄酒和咖啡3个领域建立了强大的影响力，成为厨房和餐具领域的领先企业。2019年，标致首次推出了 Parapress 磨豆法压一体机，就是将磨豆机与法压壶结合在一起，让咖啡制作变得更轻松。新鲜的咖啡豆被研磨后直接转移到咖啡壶中，只需倒入85摄氏度的水，冲泡5分钟，然后按下注塞，就可以与朋友们分享你的美味咖啡。一经上市，它的便携优势立即让它成为新的热销品。至于标致汽车部分，让我们简单的概述一下。1948年，标致汽车压住于盟军和战争的结束，开始研究新型的车辆。1960年，标致汽车登上了非洲跑道，品牌开始向国际化发展。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标致收购了雪铁龙公司。1983年，标致205车型大获成功。2021年，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与标致雪铁龙集团合并成大型汽车集团 Stellantis 集团。集团下还有众多的其他汽车品牌，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己检索。从1810年到2024年，标致家族的工业帝国贯穿了整整200多年。他们的一路走来，展示了创新精神、多元化的战略、对质量的坚持和国际化的视野，也是法国工业发展的缩影。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见，再见。